1命2运3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小酱汁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酱汁。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什么样的手是抓财手。人除了命中能看财富，在相学上也有很好的表达，其中除了看五官有无财富之相外，双手之相也非常重要，称得上是观察财富的一大重点。我们平时总是评价某人会抓财，所谓的抓财就是看他手相有把握财富的特征。怎样的手才能抓住财富，并且抓得稳呢？相学中有3个观察点。第一，民间流传了这么一句话：男手如馒，女手如财。也就是说，男人的手要像馒头一样多肉白皙丰满柔软，女人的手要像枯柴一样手指硬故细节可见，这都是代表财富之手的，称之为手质。比如目前人气很高的影星黄轩，他的手就是典型的如馒头一般的手，被广大粉丝称为胖手。这一特征与他目前宏大发展的事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同时对应的还有女星刘涛，有些人称她有一双白骨爪，手指完全符合财的特点，事业自然也是红火无比。当看人时，准确地判断他的手质，对这人八字财富数量的大小就能起到辅助参考作用。第二，我们看手质能否抓住财富，但是到手的财富会不会露，这就要从其他角度去观察了。要看除大拇指之外，4指并拢有无缝隙存在，缝隙越大漏财越多。大家可以试着并拢4指，看自己是否为漏财之手。第三，除上述以外，我们还要看人求财是否苦抓财还是巧抓财。苦抓财是指通过辛苦劳动来获得的财富来得并不轻松，而巧抓则是稍用智慧就能获得丰厚的收益。怎么看？我们要看人的指甲肉，当5指的指甲肉高度在第1指节2/5到3/5之间，就被称为巧抓财手。这样的人获得财富相对轻松。如果指甲肉高于2/5或者多于3/5，就是苦抓财手，是要靠辛苦劳动赚血汗钱的。那么具体有哪些手相特征的人天生财运旺，生来会抓钱呢？1. 财运线清晰可见。财运线又被称作是水星线，是处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。在手相学中，财运线是衡量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，也是代表一个人正财和偏财运势好坏的重要纹路。财运线并不是条数越多命就越好，而是要清晰可见，并且财运线上没有别的纹路阻拦，那样的手相才是好的手相。财运线清晰可见的人头脑聪明，精明强干，赚钱的门路又多，平常的人际关系也好，他们很会利用自己身边的人脉，再加上财运又好，所以那是属于抓钱的手，赚钱超级厉害，从不缺钱花。而且这种手相的人性格温和，待人诚恳，无论自己多有成就都不会瞧不起人。2. 成功线长。成功线在手相学上一般都被称作是太阳线，即朝无名指根部的上升线，它是起自手腕的部位，有的一直延伸到无名指的下方，有的也在太阳丘上方就中断的一条线，有的人有，有的人没有。成功线它不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和事业方面的成就，还能表示一个人的人际关系。如果成功线很早就出现，表示此人年纪轻轻就有不俗的成就和拥有大量的人脉，那么成功线笔挺身长，或是有2条成功线的人，一般财运都特别好，运气很强，无论做什么事情也都是有始有终，最后都能获得成功。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就算是富贵手相，一辈子衣食无忧，吃穿不愁。3. 大拇指后矢。大拇指为5指之首，在手相学上是代表了父母和祖上。拇指上的节代表了父亲，下节代表母亲。如果大拇指上没有任何杂纹以及疤痕的话，表示此人父母身体健康。大拇指后矢而又修长的人都特别聪明，学东西很快，又有事业心，而且财运很好，大多数在事业上有所成就。大拇指粗长有肉，显得比较圆润的人也是属于好的手相。由此手相的人容易享受祖业或长辈的关照，贵人运很好，加上自身能力强，财运好，所以他们也是一辈子富贵加身。4. 手掌厚实红润。
从手相学的角度上来分析，一般手掌后事的人财运与事业都特别的好，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，都时刻充满着活力和干劲。他们头脑聪明灵活，充满智慧，求财路走得比较顺畅。拥有此类手相的人，很容易有大富大贵。那么手掌后事红润的人，其实代表一个人的事业和财运都很好，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在工作或者是事业上的收入也都不错，而且偏财运也很好，时不时的还有外快入账，所以他们的手也是天生抓钱的手。有这样手相的人，在财富方面运气尤其的好，生活富裕，事业有成，是属于富贵的手相。5. 事业线起自金星丘，事业线是起于手腕线奔向中指的一条线，又名玉柱线、命运线。有此线的人一般都拥有幸福的童年，学业有成，工作顺利，而且代表了一生的事业以及健康的总格局。那么事业线起自于金星丘，再慢慢往上延伸的人，一般都具有文学方面的才能，如果能将此往前发展，必能够获得好的财运和地位。有此手相的人眼光独到，又有事业心和金钱欲望，只要是他们想做的事情，几乎就没有做不成功的。而且他们一生的财运比较好，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都很有收获，所以这种手相的人也是抓钱的手。6. 太阳线下面有细纹。相学中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太阳丘下有细纹，最近没有喜事也有好事，是一种好现象。在太阳丘的下方有许多细小纹路，属于财运旺盛，要赚大钱手相的特征。一般拥有这种手相的人，为人诚实稳重，口才好，在大众心里印象最好，能够轻松获得他人的信任。而且他们天生就有金钱欲望，善于理财，对理财投资方面很有天赋，再加上财运又好，所以这种手相的人很会赚钱。如果这样的手相的人智慧线也长得很好的话，财运就更好了，一辈子赚钱轻松自如。除此之外，手上有这3处肉，这辈子也能赚不少钱。1. 财帛宫有肉。财帛宫指的是一个人的手中的2指以下手掌位置，如果此处有肉，主财运大吉，说明此人一生财运最旺，他们天生有聚财的格局，能够创造更多的幸运，属于兜里不缺钱的运势。尤其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财帛宫有肉，代表了此人事业有成，天生能招财，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女人们的聚财能力。2. 艮宫有肉。艮宫指的是一个人大拇指下面肌肉的位置，属于一个人的艮宫，主贵人运势、横财运势。如果一个人的艮宫有肉，说明此人天生就能旺财，能聚财，属于生财有道之人。不管是男人女人，这个地方有肉，能够给一个人带来更多的财运，幸福满满，一生最不愁金钱。尤其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这个地方有肉，不仅是自己发财，还有旺夫命。3. 手指有肉，十指连心，指头上其实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发达运势。如果手指上就有肉，说明此人一生不愁金钱，属于大富大贵之人，天生就有旺夫命。他们能靠着自己的实力，双手抓金抓银，一生最有福气，最有财运。尤其是女人，这个地方有肉，也代表了兜里有财富，心中无压力。川字长的女人财运会赚钱，财运出色。曾在一本算命的书上看过，女穿事事福，男穿事事难。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女性如果手掌上有川字，说明可以激活好的运势，事事顺利；男性如果手掌上有川字，说明不激活运势，就会事事难办。那有川字长的人命运如何呢？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女人川字长运势。通常双手掌上都有川字的女性比较注重家庭，对丈夫的关怀有加，虽然表面上不怎么表露出来，但实际行动可以证明她对丈夫的爱意。凡事有自己的主见，尤其是职业女性，她们自尊心强，做事武断，不轻易接受别人的意见，做起事来只对事不对人，妒忌心很强，所以在感情生活上极其不顺，事业上成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爱情上的好运。正是因为把事业中的霸道、自我带到了感情上，让男人没有保护他们的欲望，独立要强嫉妒，让男人有点厌烦，恋爱就会不顺利，太多的自我就会忽视身边对他们好的人。所以晚婚比较适合川字长的女人，让自己变得更成熟，多考虑别人的感受，建议找比自己大5岁以上的男性结婚，这样年龄之间的差距可以弥补他们的任性忘我。
在心理学上，有川字长的人具有超前的意识，他们善于对未知的事情有十足的感悟与掌握，但是容易产生分歧。川字长的人热爱文学，有艺术方面的倾向。川字长的人长相美，体型较好，和谐性好，他有一种优越的遗传基因在里面，在人群中也是非常醒目的。川字长女人的爱情。川字长的女人精明能干，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但是鲁莽行事，生活中夫妻常常会有口角之争，甚至严重到离异。所以川字长的女人不利于婚姻，缺少浪漫情怀，往后余生一个人独身的几率比较高。而在现代社会，川字长的女性不一定不利于婚姻。现在的男性正是欣赏女性独立这一点，社会风气在变，女性可定半边天。男士正是欣赏女性事事独立，不用他操心，减少男性心理和思想上的负担，这样男人可以放心的在外面打拼自己的事业，经济上也可以支撑整个家庭的开销。所以川字长的女性不用过于担心自己今后的婚姻状况。川字长的女人财运比较好，相对于事业来说比较出色，她们赚钱的能力很强，善于把握对她们有利的任何一个机会，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，都能在事业上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。但是因为事业的忙碌而忽视家庭情况很多。人生并不是所有的都很完美，没有人生都是顺风顺水的。总体来说，川字长的女性在事业财运上比较好，虽然家庭上会有不顺，但女性的经济独立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。现代社会需要这样的女性，可以为家庭分担经济压力，减轻对男性的依赖程度。人生总是会有缺陷的，我们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，脚踏实地的，方能收获好的前途。我们的财运跟做人有很大的关系，勤恳做人，财运会向你看齐的。讲了女川字长的运势，接下来说一下男人川字长的运势。川字长男人的性格独立，但行事莽撞，性子又急，还有一些无谓的自尊心。做事效率高，但只重视结果，不重视过程，往往无力而返，急功近利，最后容易以失败告终。一般做事都是想着完成任务就行，不注重做事的质量如何，这样在工作上就显得非常被动。作为创业的人来说，这样发生许多错误的人只会一败涂地，他们的一生多阻碍，因为性格问题容易得罪所有人，处处碰壁，一生命运多舛。若是跟人家合作做生意的话，最好选择一个跟自己性格互补细心的人，这样在与人家交往的时候，可以有个人能帮忙说上话。川字长的男人在感情问题上非常叛逆孤独，加上自尊心强，容不得别人说自己的不是，所以在感情上容易发怔，大吵大闹，感情不顺利，恋人之间的隔阂会越来越多，导致长时间的积压，可能面临分手。异性缘差，性格孤僻，晚婚的可能性就会高。川字长的男人不够细心认真，他们做事都是粗心大意，总觉得自己的办事风格就是独特的，不在乎小节，这样办事效率大大降低，漏洞百出，出现很多不该犯的小错误。川字长的男人有高超的忍耐力，他们一般承受能力比任何人都要强，如果认定了一件事，就会想方设法的去完成它，卧薪尝胆，终究会达到目的。川字长的男人一般比较霸气，他们做事有勇有谋，更重要的是非常有胆识，凡是自己做了的就是做了，没做的也不会承认的，敢做敢当，不会轻易的把责任推卸给别人，自己真的犯了错误也会自己承担，比较霸气有魄力。川字长的男人生来就有富贵命，他们从小家境优越，从来不为自家的生计而苦恼过，见过很多的大世面，因为他们的起点就是一般老百姓的终点。等到他们长大，就会享受着父辈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祖业。他们善于利用家族企业来作为第一桶金，成就自己的霸业。经济基础远比别人要殷实，成就一番事业是时间的问题。其实他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过上富裕的生活。这种长心的男人做事有魄力，大有所为，财运就会随着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。财运上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，比较旺盛的好运常常伴他们左右，总是能得到福星的庇佑，往往能发一些意外的横财。川字长的男人女人都非常的精明能干，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，做事说干就干，只要脑子里能构思出未来的理想蓝图，就会马上付之于行动。胆大心细的性格有助于他们成就更伟大的事业，敢想敢干，做大事的模范也不过如此的。所以在生活上需要找一个能够辅佐他们的
的女人，能够分担一些家庭上的大小事务，减轻他们的压力，让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当中去。从手掌厚薄看人的性格，与双手厚实的人体力健壮不同，手掌细薄的人所具备的能量更倾向于心灵或是知识层面，而不是热情与激情。这种类型的人一般体质纤弱，不像双手厚实的人那样精力充沛，他们通常个性比较内敛而害羞，缺乏一种狂热的情绪，感情冷淡，甚至会有一些神经质，不容易对别人开放自己，较难与人深交。因此他们一旦生病的话，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。接下来小编具体讲一下。手掌软硬看做事风格。硬，手指生得又直又硬，是个性耿直带点固执的人，但胜在做人有原则，守信重义，因此终有成功一日。这样的人体力较好，诚实可靠，比较注重现实利益，而把名声放在次要的地位。这样的人比较适合做老公和妻子，是个居家能手。软，手指生得很柔软，向后弯的人，个性亦很软弱，做事有点优柔寡断，做人太过容易妥协，欠缺原则，而且很心软，且经不起别人的诱惑。这样的人适合从事演艺和文艺方面的工作，因为他们具有高度的思想境界和情操，喜欢追求安乐，思想方面比较具有飞跃性。整只手的软硬看做事风格，一般的手主见识渊博，且具有处事的才能，如果理性强的话，则很有忍耐力，凡事一下决心便会贯彻始终而获得成功。坚硬的手性格顽固，意志坚强，虽然富有奋斗进取的精神，但缺乏能容性。结实坚硬的手多半属于需要使用势力的人，而头脑清晰的人很少。柔软的手虽然举止高雅，气质非凡，但多半个性懒惰，神经过敏，且具有强烈的虚荣心，浑厚且富有弹性手，主文质发达，且多富有，其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大。手掌厚薄看人的性格，手掌越厚，代表个人体力越旺盛。拥有这种手掌的人乐于行动，身体内储存了比手掌薄的人更多的能量。这种人比较自我，他们很少在意周遭人的眼光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与感受，直来直往。手掌较厚的人身体健康，体力充沛，他们热爱户外运动多过于室内活动，很难安静下来。他们认为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去做才比较有趣，别人在家看球赛的时候，他们早已到外面去打球了。拥有这种手型的人手脚灵活，思维敏捷，可以成为优秀的技师，出色的工人。手掌厚的人个性也同样敦厚老实，他们热情开朗，外向大方，对人温柔。当你分析的对象双手比较薄时，说明对方有很高的敏感度，而且很可能是个举止优雅的人。他或她也许感情丰富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将这些感情隐藏在内心，而不是直接表达出来。这种类型的人可以用懒惰来形容。结实且薄的手表示对方拥有良好的能有效利用的自身能量的能力，虽然相比而言，这种人身体中的能量要少于手掌较厚的人，可以肯定地说，较薄双手的人属于文雅聪明的人群，他们或许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更聪明地运用才智。拥有这种手型的人可以成为优秀的研究者或者文职人员。简单而笨拙的手型，手掌周围很大，肉也很肥厚，手指较粗，手掌外形属于圆方形的人，如果手掌球又发达，表示健康精力旺盛。这种人乐观不拘小节，工作勤劳不怕苦，是个有耐心的幕后英雄。也由于他不拘小节，凡事大而能之，因此一般较细腻的人对他敬而远之，但他的诸多优点会被家人所肯定，一般运动选手劳动者多属此类型。不规则的笨拙的手型，手掌稍大也稍扁平，外形四方，丘和手纹不突出，在感情上也是粗心大意的人，不很了解异性的心理，因而他们的异性朋友常有怨言。基本这种人身体健康，是创业人才，具有敢拼敢干的精神，能做大家所不愿意做的事，上进吃苦，是值得信赖的人。骨节粗大的手型，手掌大而无肉，手指长且关节大，手指与手指间有大空隙，丘上的肉不发达。对这种手相以个性强烈、求知欲强、能耐心求知识的人居多。此种人对物质和肉体上的欲望远不及对知识、精神层次的追求，缺点是顽固、自我本位、好恶过分明。肉厚型的手，手掌肉肥厚柔软，有长手指，指尖稍细，
而肋略往上翘，求发达，整个手掌感觉有弹性。这种人社交手腕高明，爱幻想，喜好艺术，性格温和，不强人所难，能与他人合作，人缘非常好。这种人从不考虑人生的目的，对心中想要的人或事具有强烈的向往和憧憬，重享受，对需要细心和耐心的工作不在行，适合从事外交或宗教工作。手掌短小但感觉敏锐的手型，整个手掌给人小的感觉，手指短，指尖细，关节不明，给人美丽、细腻、柔润的感觉。拥有这种手掌的男女，如果掌上育有细的纹路，是属于神经质的人，追求理想与唯美的事物，有敏锐的感觉和丰富的感情，疏远世俗，相对的很难适应现实，自食其力。他的身体也一如手掌，单薄瘦弱，精力稍衰，不能做体力或是有耐心的工作。手掌长，就感觉敏锐的手型。这种人的性格具有浓厚的艺术家气息，讲究罗曼蒂克。这种人不能过于执着而迷失自我。这种人很容易受伤，也很内向，一旦执迷就全心意的投入，经常会发生悲剧。因此应该多锻炼自我，凡事想开一点，多和快乐开朗的人在一起。在健康上，呼吸系统不好是容易生病的体质。大拇指主父亲头脑，食指主母亲兄弟血液循环，中指主自己胃吸收器官，无名指主配偶心脏，小指主子女肾泌尿器官。指甲光滑有月牙者身体健康，指甲有直纹肺功能弱，指甲有横纹横凹薄软者心脏血液循环不好，指甲枯黄粗硬者肝功能不好，指甲色黑肾功能不好，指甲色青筋骨不好，指甲色白肺功能不好。手掌平伸者好奇心强，手掌立伸者事情讲究实证，五指分开者个性开朗外向，手掌弯曲者个性保守，手指修长者立静态动脑工作，手指粗短者立动态技术型工作。男性手掌软弱无骨，女性手硬主贵。手掌比指长者事业易成，大拇指在第一节有倒纹，称文昌眼，学位学士以上。食指弯曲向中指受父母关爱，无名指弯向中指得美眷关爱。无名指第一节有横纹，想法天真，孩子气，许人关怀。无名指第三指节后，性欲强。中指弯向食指，孝顺父母。中指弯向无名指，关怀配偶。小指不直，未及无名指第一指节，子女体弱，不宜调教。小指外张，子女幼年，保姆代养。指型不好，主该指代表着血亲或器官不佳。男儿断掌千斤两，女儿断掌过防养。说的是真的吗？带你深度解析断掌手相。从手相角度来说，断掌是由手掌中的天地人三大主线演化而来的，是智慧线人文和感情线天文重叠合二为一，成为一条主线，靠近四指或者横在手掌中间，称为断掌纹。真正的断掌是天人合而为一。相书有男儿断掌千斤两，女儿断掌过防养之说。千斤两是指黄金万两，千金之意，为财源广进，事业有成，腰缠万贯之象。男女有断掌者，一般来说财运相对不错，不为钱财犯愁，只是有时做事情过于偏激，易于冲动，不服输，勇于拼干，具有极强的挑战性，有着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心和毅力。今天小编就带你全面了解一下断掌运势。一、什么是断掌？断掌是命理手相学中对手的掌纹的一种称呼。大家晓得，人的手掌通常会有三条线，那就是生命线、感情线和智慧线。假如其中二大掌纹线，即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，横贯于手掌中，似乎一条横纹将手掌分开两部分似的，那么这就是通常说的断掌，手相学中叫做通贯手纹。留意，真正的断掌是感情线与智慧线合二为一，但有一些线纹看似一条，说实话是两条线相合而成，此为之假性断掌。如对手纹学认识不深者，容易看错而带来判定错误。断掌的特征是生命线、智慧线、感情线三条线的出发点相互交换，或连成横切过手掌的实线。二、断掌是好还是坏？那么断掌是好还是坏呢？从运势上看，无所谓好坏。换言之，
断掌不断掌，并非是你的事业发展、感情婚姻、身体健康、财富聚集等绝对的因素。由于假如说人的命是天注定，那么也仅仅是说你的八字对你的影响，你祖辈对你的影响较大而已。有句话叫命运并非天定，风水影响成败，就是说假如你先天的命理不是太好的话也没关系，还在于后天的风水布局，在于你的理气，在于你是否能藏风得水。3. 断掌分男左女右吗？假如说断掌的分布，那么无论男女都有可能在任何一只手上出现断掌手纹。假如从运势看，那么无所谓男左女右。由于前面已说，断掌不断掌并非是你的事业发展、感情婚姻、身体健康、财富聚集等的绝对因素。4. 断掌有何特点？关于断掌有2种说法，左断官运佳，右断克六亲。左断卧兵符，右断管财库。事实上并非如此，假如非要说断掌有特点，那么其特点就是你会比较引人注目而已。当然也有以下传说： 1. 利己心重，好贪小利，戏弄权势； 2. 主观极强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； 3. 适应力和应变能力较差； 4. 爱憎分明； 5. 做事有责任感，不达成功不停止。说实话，从手相学来看，断掌人的性格比一般人果决固执，经济观念强，做事积极，比较轻易成功，缺点是性急，容易出错。假如2只手都有断掌纹，表示这个人固然个性刚强，但会比较能够平衡，不像仅有1手有断掌纹，则在人格发展上要多自我调试，避免太过偏执。很多成功人士都是断掌，包括目前活跃在经济舞台和娱乐界的明星。5. 断掌的人多吗？据估计，世界上的断掌者约占总人数的5%到10%，中国大约在9%。中国人较多断掌者，欧洲人比较少见。断掌的人约有80%以上都来自遗传，也就是说，断掌的人80%以上，其父母必有1人以上是断掌。应该说，断掌的人很普遍，大家不应该觉得断掌是另类。假如你就是断掌者，那么更应该对自己有信心。6. 断掌会打死人吗？不会，民间传说断掌会打死人，其实从概率上是看不出来的。7. 断掌会克夫吗？民间有男儿断掌值千金，女儿断掌值一文，似乎深入民心。其实没有的事儿，断掌女性旺夫的多了去了，而且自己往往也很成功。8. 断掌者的性格特点。断掌者在性格上有如下特点：性情中耿，是非观念极强，一旦发现别人在进行欺诈，便忍不住要大发脾气，不把对方的欺诈揭穿，绝不肯罢休。工作能力很强，不管怎样困难的事情都由自个儿独自去处理，不喜欢别人来插手。万一由于自己的个人能力有限，不得不把一些不太重要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，也总是牵肠挂肚，非要亲身去干他一下，是不得安心的，难以跟别人相处，而且仇恨心极重，睚眦必报。假如爱上一个人时，他会尽一切办法使自己的爱人快乐，使自己的爱人感到无比的幸福，甚至在一生一世中也是如此。但要是不幸的失去他的欢心，他便恨得相当强烈，非使对方感到极度难堪不可。刚愎自用，急躁，也容易感到灰心。由于这种人的性情特别，所以跟这种人谈恋爱时一定要相当小心，否则会吃亏的。这种人性格多疑，对人不信任。以上就是关于断掌的全部内容，你了解了吗？今天就讲述到这里，如果喜欢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会更加努力做出更多优质视频，祝大家生活美满，家庭幸福，下期再见。